禀公主，各府府兵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候命。好。本公主接到密报，太平公主狼子野心，觊觎帝位，密谋造反。欲趁新帝继位，军心未稳，暗自招兵买马，欲效法先帝武士，妄想当大唐女皇帝。可此事非同小可，公主可有肯定的消息，准确无误？那是必然。本公主会无端捏造吗？为保大唐基业，除奸邪定江山，刻下分兵，夜袭郡王府，绞杀太平公主，势在必行。唯如此，才可保立唐江山的真正太平。为师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出发。做准。既然对方军力未明，我方理应先避其锋芒，查探清楚，再另谋策略。荒谬！上阵杀敌，关键是要一鼓作气，临时变阵退缩，只会更加扰乱军心。哼！更何况本公主胜券在握，哪有让路之理？传令下去，兵将若有退缩者，杀无赦。是。安乐公主兵马已到100丈之外，正朝我军大举进发。据探子回报，安乐公主调动的府兵是3万之数，我方只以1万之数迎战，必须以策略取胜。公主可有取胜之道？昔日景行之战，韩信以万数之兵制胜20万之敌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本公主早已派探子潜伏在敌军之中。安乐公主骄心惶惶，用兵无方。今夜，本公主就要她尝尝一败涂地的滋味。出发！
禀公主，太平公主一路人马势如破竹，将我军逼得节节后退，形势不妙啊！荒谬！太平仅凭区区1万之数，岂能胜我3万兵马？这简直是荒荡天下之大谬！两军对敌，能够以少胜多，也不足为奇。恐怕是太平公主战术谋略皆优胜于我军，所以放肆！竟敢指责本公主，如此出言不逊，只会再次扰乱军心。拖出去斩！公主饶命啊！公主三思，如今两军对阵，形势险要，我们千万不可扰乱军心，让敌人有机可乘。本公主姑且就饶了你这条狗命。来人，将其拿下，先行收押。是。谢公主。禀公主，士兵回报，不知何故，四周不断出现散兵游勇，到处捣乱，或放火，或偷袭。我军四处追捕，兵力分散，以致被太平公主兵马趁乱抢攻，越战越勇。我军情况紧急。太平兵力明显不足，竟还能腾出人马四处捣乱，兵从何来啊？啊？说不定是临淄郡王暗中出兵，辅助太平公主。李隆基心系孟凡伤势，寸步不离，哪还有心思参一脚？难道是掩人耳目之法？走，去上一局。姐姐呢？她不是昏迷未醒吗？怎么会不见了？我中计了！李隆基这个奸贼利用孟凡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什么危在旦夕，全都是弄虚作假，掩人耳目，目的就是要本公主相信他一蹶不振，掉以轻心。太平公主有临淄郡王相助，如虎添翼，难怪他们的兵力会如此强大。传令下去，任何人只要能捉拿到李隆基，不论生死，重重有赏。本公主是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伤口也快愈合了。只要再多忍耐一些时日，你就可以重见天日了。现在战况如何？探子回报，6具宫女扰敌之计十分的成功。现在，安乐公主的兵马可以说是疲于奔命，分散各处，被姑姑的兵马杀得连连败退。不枉孟凡苦心演这场戏。本王也不赖吧，装成一蹶不振的样子，逼得姑姑先下手为强，兴兵对付太后母女。不过，幸好你可以及时的苏醒过来，否则我可是真的会一蹶不振了。郡王爷，进来。什么事？禀告王爷，飞骑精锐万骑营终于大运相助。好，有飞骑万骑2支兵马相助，加上姑姑的兵马正在牵制着安乐公主，本王就可以马上领兵进入宫城，清君侧苏朝纲。昔日的公主已死，今日的公主卖官鬻爵，祸国殃民，弑父害兄，罪无可恕。不过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孟凡不敢强人所难。不过，若是郡王爷真的擒获他们一众，恳请郡王爷顾念孟凡一点情谊，几分努力，放过公主跟小福，免他们一死，行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多谢郡王爷。
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将择主而事。开城门！太后，太后，丹凤正门已经失守，太平公主领军同安乐公主的兵马与玉桥力战，恐怕都快抵挡不住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安乐的兵马要比太平的多数倍，怎么会一败涂地？怎么会呢？快，命飞骑万骑，迅速领兵去救援，快去！太后娘娘，两营精兵都已经投靠临淄君王了。快去领兵，领兵前来救驾。在李隆基还没有到来之前，本宫要马上离开这儿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是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快走啊！怎么回事？形势逆转，玄武门失守，临淄郡王掌控大局，安乐公主兵败如山倒，太后娘娘死于剑下。如今，方生领着众侍卫，杀气腾腾，正朝蓬莱殿赶来。小月，本宫今日妆容如何？
娘娘沉鱼落雁，明艳动人。好，叫所有的宫婢整装，说有贵客到访。娘娘所指的是来送本宫上路的贵客。昭容已等候多时。娘娘你，这是韦氏逼令昭容所立的第一张假遗诏。韦氏意欲自立为帝，往而恪尽己责，竭力阻止。唯处身险地，受胁他人，几经艰辛，阳奉阴违，才说服皇后暂缓称帝之心，改立太子重茂为帝，暂保李唐江山。娘娘是身不由己，请大人放过。临淄郡王有令，韦氏假拟遗诏，罪无可恕，究其党羽，一个不留。娘娘也是逼不得已，当时离道嫁进，容不得娘娘说不啊，大人。娘娘，末将亦是奉命行事，还请娘娘恕罪。那就有劳大人了。公主，现在兵临城下，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应该快点走。谁说本公主要走？本公主麾下的兵马数万，声势浩大，单凭太平区区之数，岂是本公主的对手啊！公主，你先冷静。除了太平公主之外，现在还有临淄郡王，我们的兵马早已经被杀的杀，降的降，全没了。现在四周都是他们的兵马，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去南端应天门，从那边逃出，这样才可以逃命。这里可是本公主的家，李隆基那个臭小子，凭什么要我走？大不了我就跟他拼了！冷静点儿，公主，现在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斗啊！混账！本公主是皇太女，是天命所归，李隆基他算什么东西？这个龙座是我的，别人休想得到它。说到底，本公主之所以会输，全都是因为那个贱婢孟凡。她死到临头还在骗我，我是不可能放过她的。公主，无论胜败都是天地造化，你再抱怨也于事无补。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你是那个贱婢的妹妹，你当然会维护她。我是不可能放过她的。输，我也绝不会输给一个贱婢。公主，来日方长，你跟他之间的恩怨可以之后再解决。走吧，我根本不想再见到他。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他的性命。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我会输给姐姐，就是因为一个贪字。而公主你呢，是恨。当初你以为樊良枉死，想帮他报仇，所以处处针对姐姐，要她不得好死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也是你逼迫我杀害了太子，这笔账我又跟谁算？本公主是堂堂金枝玉叶，岂能容你这个贱婢这般辱骂？你不要忘了，你的命就是你口中这个贱婢救回来的。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我如今跟姐姐反目成仇，还不是因为你？今日的一切
可都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你怨不得人的。孟夫并没有怨恨，只是悔不当初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天大的本事，所以才找你做靠山。谁知道，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。在我眼里，你根本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魔鬼！住嘴！住嘴！住嘴！我想说就说，想走就走，你拿我怎样？就是有本事你闭嘴！公主。说过要生死相随，公夫可是又行路之人。殿下，他们怎么会这样？看来他们俩是大难临头，反目成仇，拼到至死方休。但公主也是金枝玉叶，如此死状，实在是太有失体面了。方生，你命人把他们的尸首移至凤阳阁，好好安放，就是混乱中被杀，也好让他们俩可以保存颜面。属下遵命。昨夜血染宫墙，今晨艳阳遍洒，红墙绿瓦依旧，变得只有宫中人面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要争权要变天，从来就要用鲜血做祭。只是这一次，朝代更迭，龙袍易主，不知又牺牲了多少条人命。景隆4年，重茂北废，项王李旦登基称帝，李隆基晋封平王，后封太子。太平公主封邑过万户，文武百官佳节赐爵，天下百姓免金岁田租之半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韦氏党羽姚山、张千秋、何一方、王陵等人已被全部诛除。韦氏乱政，觊觎帝位，致令朝纲败坏。此次能够剿灭奸党，重振我大唐朝纲，全有赖忠诚义士，为大唐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如今奸党已除，朕宣告，将太后韦氏追贬为庶人，其女安乐公主追废为悖逆庶人。皇上，今次能除奸党、剿乱贼，全靠六上及六局宫女，以微臣之见，应属他们功劳最大。臣恳求皇上对他们论功行赏。朕就赏赐六上1年月银，宫女半年，另赏金乳酥、布帛白匹，以作褒奖。谢皇上。
小马，上衣大人，如今就我们俩，不必多礼。这些足够小福买个大寨，治良田千亩。小福半生为奴，我只希望他下辈子能过得惬意一点。小马，你一直都那么疼爱小福。小凡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一直喜欢小福，但自知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所以我只求在他身边，守着他，看顾他。可惜到了最后，我却无劳而获，没能守护好他。小福他一心只想往上爬，一心只想找个大靠山，可惜不慎选错了人，以为坚如磐石，却不知道亦有山崩地塌的一天。得此结局，怨不得人。孟福他没有错。在这个宫里，个个尔虞我诈，人心险恶。孟福就算做了什么坏事，也是他逼不得已啊。他只求生存，求性命。他没有错，错就错在他根本就不该进到宫里。这里处处是陷阱，人人在算计，任凭你再怎么躲，也躲不过去啊。这大概就是我们做奴才的命吧。经历了这些，我终于理解爹爹的话。在这宫里头，没有人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可怜的小福更是如此，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，反而和安乐公主惨死在宣政殿。宣政殿，不是富阳阁吗？不是，这二人互相纠缠，气绝身亡，死未瞑目。此事当真？空穴来风，必有原因。我听襄王府的宦官说，是临淄郡王，如今是平王爷了，真是胜者为王。听说是平王爷暗中命人一事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安乐公主和平王爷，他们一向对着干，造反当夜，不是你死就是他亡。谁会知道，公主和小福到底是混乱中致死，还是被平王爷所杀呢？事实真相，又有哪个知晓？昔日的公主已死，今日的公主卖官鬻爵，祸国殃民，弑父害兄，罪无可恕。不过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孟凡不敢强人所难。不过，若是郡王爷真的擒获他们一众，恳请郡王爷顾念孟凡一点情谊，几分努力，放过公主跟小福，免他们一死，行吗？好吧，我答应。莫凡，方生传话，已邀约本王到此地，所为何事？
孟凡刚刚到过凤阳阁，拜祭过孟府。死者已矣，节哀顺变。谢王爷。只是这次起兵平乱，实在死了太多人。这都是为了平乱党、定江山，牺牲也都是在所难免。孟凡实在不解，太后公主乱政，觊觎皇位，图谋不轨，死有余辜。为何要将昭容娘娘赶尽杀绝？她罪不至死啊！论罪，上官婉儿终究只能说是帮凶。真正令其以经释任的，是他为太后亲手草拟的第一份遗诏。他一心以为这份遗诏可以说明他是为势所逼，并非太后党羽。昭容娘娘行事一向谨慎，谋定而后动，却是并非太后一党啊。可他无法否认魏嫡长赵明的嫔妃身份。能长赵命，何以致死？可是上官婉儿能够为先帝立诏书，定新帝，那是对后来者最大的威胁。王爷所说的后来者，是王爷亲父项王李旦。因为如果这个长赵人不死，接下来的大业就将无法展开。换言之，任何阻碍大业者都要死。那敢问王爷，可有违背承诺，对孟府痛下毒手？绝对没有。孟府不过是一个内舍人，根本不会妨碍大业。何况本王答应过你放他一马，又岂会食言？他的死绝非任何阴谋所致。本王因为曾经欺骗过你，深感内疚，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重蹈之前的覆辙。那为何宫中传闻，孟夫不是死于凤阳阁，而是死后一世？没错，孟夫其实是亡于宣政殿。因为孟夫与公主互相仇杀，纠缠致死，惨不忍睹。本王为保存二人颜面，才会命人移师到凤阳阁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确实这样。得王爷此话，那孟凡就安心了。本王曾经以死来发誓，绝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。经此一役，本王才清楚地知道，什么才是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。这次王爷可以灭奸邪，正朝纲，得成正果。这杯酒，孟凡敬王爷。与你同饮，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。可是这对孟凡来说，真是一大憾事。是真的想振翅敖林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跟我的名字最合衬了。那我也要练一看流水行云，好用来衬我的名字啊。这个也好看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你看，小凡姐，快过去看看吧。颜色好。来，你看这个多好看。小凡姐，你看这个适不适合我？这个颜色不错啊。哎，这个给我看一看啊。小凡姐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也不错了。看我这个颜色呢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应该也可以吧？这个也不错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颜色衬你不错啊。哇，这个真好看。
殿下，法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我的五脏六腑好像火灼一样？是孟尚仪通知属下，说王爷不幸中毒，危在旦夕，属下就马上带着御医前来。幸好及时诊治，要是再迟半个时辰，恐怕王爷就要毒入五脏，到那时就药石无灵，回天乏术了。王爷好好休息，下官先行告退。方生，殿下，孟凡呢？属下到的时候，孟尚仪就已经走了。不过属下发现，孟尚仪给王爷留下一封信。当王爷看到这封信时，孟凡已经走得很远了。孟凡已经很多天未得好睡，因为宫中谣传，小福并不是在战乱中死于非命，而是被王爷所杀。为此，孟凡困扰不已。孟凡曾经向王爷问个明白，可是孟凡实在分不清王爷所说的究竟是真是假。孟凡九思无计，唯有将此交给老天爷。孟凡杀人是要为小福报仇，就是要向王爷还恩。如果王爷能避过这一劫，阎王爷拒难，就证明王爷清白；但如果王爷毒发身亡，那便是老天爷为小福讨公道。只是孟凡曾经答应过王爷，此志不渝，自当信守承诺，生相伴，死相随。如今孟凡得知真相，心可安，夜能眠。只是孟凡下毒加害，已无面目再留身旁。今日一别，孟凡会在遥远的地方，祝王爷大业得成。珍重，孟凡。先天元年8月3日，李旦逊位为太上皇，太子隆基即帝位，是为唐玄宗。开元盛世正式拉开帷幕。平身。谢皇上。
先田2年7月3日，太平公主潜回宫中，被围捕收押。太上皇李旦代为求情，为唐玄宗所拒，最后赐死家中。朕并天之后，给朕去帝号，称则天大圣皇太后，与先帝同龄。丫头，你每年给朕焚香扫墓，好好打扫一番，知道吗？奴婢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孙乐师，丹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你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？我今天进城，顺便替你抓了几贴药。你是特意为我抓的药啊？不是说顺便了吗？哪有特意替你费心啊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个呀，是我在宫里拿的几颗贡枣给你下药的。丹华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我来。哎，你有朋友来访啊？啊，他只是我一个同乡，说有事要找我商谈。哦，这样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说那位客人腰缠的叠蟹带乃是玉石所制，带上配着环刀、火石等物，难不成是个武官？你可还记得那个人的叠蟹带上附有多少个夸？好多啊，又方又圆的，应该有10个以上。居然是个四品官！叠蟹之事乃武官专有，10夸以上，最小官从4品。如此位高权重的人，为什么会当刺客？或许是因为皇后已重赏幼旨，所以一时被利欲熏心了。要冒此奇险，得用何等重赏才会令人心动呢？或许所赏之物不是今天的金银财帛，而是他日的高官厚禄。可是这个任务实在是要冒生命危险，如非高手绝不能成事。皇后此刻正是用人之时，此等高手她怎么会轻易放弃？我看此人的武功并非中土门派，难道是皇后从藩邦将他招过来的？宫中武官，据我所知，身怀异地武学的，只有当年吐蕃向太平公主求亲之时，曾经为了讨好公主，派来高手教公主习武。啊，莫非这个人就是公主的心腹？假如皇后收买的是太平公主的心腹，除了协助皇后之外，此人已无其他退路，定然不会出卖皇后。而且就算失手被杀，皇后也不会有损失。那我就让项链去查一下，看看太平公主设宴当天有谁没有到场，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太平公主的心腹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打探，相信此人身份定会昭然若揭的。天朗气清，繁花满目，真是令人心旷神怡。姑姑在太平观静养3年，现在看起来真是有点飘然出尘之感呢。贤侄邀约本宫，应该是有更加重要的理由，对吧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姑姑是否知道，当日宴会上刺客要杀的，并非是皇上，其实是姑姑你。真有此事？那你抓到刺客了吗？没有。可有证据？也没有。那你是在愚弄本宫吗？不敢，只是当年皇后把孟尚仪关进天牢之后，安乐公主曾经派她的心腹孟福进天牢做说客，一定要孟尚仪指证刺客乃是姑姑您所派的。皇后真的会这样做？
而且经过本王查探，相信指使那个刺客的就是姑姑亲生郡王府中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皇后收买了本宫的心腹，派人刺杀本宫？没错，成功即可达其目的，置姑姑于死地。然而就算失败，刺客当场被擒，供出谁是指使他的人，只会说是姑姑，根本就牵涉不到皇后的身上。这个人是谁？目前已经发现可疑之人，但证据不足，所以还不能最终确定。事关重大，贤侄却了无凭证，你叫本宫如何相信你？只要姑姑今夜能够依侄儿所言行事，到时一切便可水落石出。末将雷长叩见太平公主。免了。谢公主。公主召末将前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听闻皇上设宴宴请本公主之日，都尉报恙未能出席，本公主深觉可惜。适逢西域为本宫进贡葡萄酒1瓶，本公主礼佛之后不沾醍醐，所以想把此美酒赐予都尉。谢公主隆恩。好酒，很久没有尝到这么美的滋味了。素闻都尉武功盖世，集百家之长，不知都曾拜在哪几位名师门下？不敢，末将那些都是花拳绣腿，恐怕难入公主法眼。是吗？什么人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果然是你，雷长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本公主？为什么要替皇后卖命，派人刺杀本公主？这不叫背叛，这不叫背叛。对，作为臣子，功名富贵都握在主子们的手里，主子平步青云，我们才能仕途顺遂。你是认为本公主退隐太平观，令你无所作为吗？公主是治国大才，可是隐退之后，3年来不但毫无建树，而且还让皇上日渐做大。公主，你有为我们这些为你出生入死的人想过吗？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。既然皇后娘娘给我的要比你给我的多，末将倒戈相向也是理所当然。真是厚颜无耻！给我杀！既然现在大患已除，那姑姑也可以安枕无忧了。想要安枕无忧，还得办一件事。见皇上圣体金安，微臣亦稍觉安心。朕的伤势已无大碍，众卿家不宜费心。参见皇兄。太平啊，免礼。皇兄还没有痊愈吗？小许咳嗽，并不碍事。太医正前来为皇上诊治，有劳公主费心了。既得上天庇佑，皇兄化险为夷，理当前往安乐寺叩神谢恩，也好顺道替皇上祈求福寿安康。
娘娘意下如何？公主所言甚是啊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本宫就陪同娘娘一同前往安乐寺。未知娘娘意下如何？祈福谢恩这种事情，应该本宫亲自前往，岂敢烦劳公主啊？娘娘客气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彼此？既然这样，明日申时安乐寺相见。好，皇后，你就和太平一同前往，两个人也好做个伴儿。臣妾领命。姑姑好大的架子，竟然让我们等她这么久。他这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。哼！我回去就跟你父皇说，连为皇上祈福这等大事他都不能依约而来，你父皇还能相信他吗？正是，让父皇对他起疑，不再信任他。倒是他想染指朝政，那也不可能了。不等了，拜祭完了马上回去。是。怎么了？呀，好端端的一座寺庙，怎么就倒了呢？怪不得我今日出门的时候心绪不宁，还好我立刻在后院设坛祷告，保佑皇后和侄女平安无事。看来我的诚意打动了上天啊！哼，你好大的胆！这也是跟皇后学习而已。不过太平比较好学，从皇后娘娘身上学到的一定会青出于蓝。皇后可要谨记。欧头回府。是。啊，忘了跟皇后介绍，这是欧都尉，雷都尉已经为国捐躯了。此人是我找来代替他。都敢教训，姑姑她简直是疯了！为了要我们俩的命，竟然把整个安乐寺都给毁了。都是你，你这个贱婢！叫你去刺杀太平公主失败，叫你让孟凡去指证她，又是不成。本宫怎么还能让你活着？好了，说什么也是他救了我们。还算是有点用处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姑姑，她以为她够狠，本宫都要她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心狠手辣。母后息怒啊，千万别意气用事啊！我不出手，她还以为我怕了她。姑姑竟然敢把整个安乐寺都给毁了，就是在宣示她的实力。刚才不是说得很明白了？如果我们给他发狠，他就会比我们更狠的。这样你来我往的，只会两败俱伤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我放过他？我
这口气怎么咽得下？只是暂时按兵不动，从长计议。想到一个万全之策，我们再动手，可别因一时意气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按兵不动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按兵不动就是什么都不能做。这要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真是气死我了！皇上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谢皇上。太平，等你上朝替朕分忧，朕很是高兴。太平谢谢皇上圣恩，还要谢谢皇后恩典。皇上，伤势无碍吧？都好了。调查刺客进度如何？龙基现在已经查明，刺客乃是突厥高手，相信是突厥派来，意欲对皇上不轨。幸天佑中土，未能让蛮夷的恶计得逞。刺客拿到了没有？刺客在追捕途中，由于负隅顽抗，已经被杀，因此没有抓到活口，无法与突厥对峙。这样，皇后，你有何高见呢？先职查出是突厥所为，那就突厥所为吧。太平，你认为呢？如此说来，此事应该与孟尚仪无关。对。紧速将孟凡释放，此案就此了结。谢主隆恩。你可以走了，跟我来吧。奴婢参见公主。孟大人，孟尚仪，孟凡，你运气还真不错，又一次逃过死劫。天助自助，奴婢的运气一向不差。好运气不会永远都在你身边。等下次你再被打进天牢，我一定会叫你尝尝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能得公主记挂，是奴婢的福气。不过公主恐怕要多等些时候了，因为奴婢还有心愿未了，所以还不想死。放心，本宫一定不会让你轻轻松松的死去。